第一款产品选择了做眼镜。但做眼镜的同时，我们发现消费者很多的需求是在交流的场景里面把语音的信息进行收集，其实并不一定要用眼镜来完成的。所以从显示做了交互，所以从交互的逻辑来看的话，戒指确实是个很好的载体。我们算是全世界做的最早的，所以我们叫全球首款的 AI 笔记戒指，它几乎佩戴无感，一天可以随时陪伴，并且交互摩擦非常非常低。我想开启的时候随时可以 double click 开起来，在会议的过程中想要 highlight 我 mark 一下就好了。当一个新的计算方式、新的交互方式出现的时候，商业模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在PC 年代和移动互联网年代花的钱最多的是什么应用呢？在中国花的就是滴滴和大众点评和携程，在美国就 DoorDash， 或者是我的 Uber， 或者其他的这个软件。我觉得不会很直接的就在这一个功能上要收消费者钱。这个事情是可能很难发挥终极价值。那到底什么样的商业模式会有终极的价值？就是说，当5年后、10年之后，大家不需要那么频繁拿起手机来看的时候，有哪些应用是可以让消费者产生粘性，去使用它，去喊一嗓子就可以把个事给办了。无论是做 PPT、发日程，还是订票，还是订酒店打车，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更能够把这个商业模式能够做得坚固并且长久的事情。从交互角度来看的话，眼镜有眼镜的优势，问题是不可能三角里边它的重量、它的续航必然是个问题，所以才导致现在眼镜整个的出货量可能也就是一个几百万 piece 级别，真正意义上带显示的眼镜出货量10万、20万的那个数量，它没有足够支撑起一个真正意义上行业的诞生。所以眼镜很重要，眼镜还在路上。戒指很重要，作为交互来看很方便。下一个是什么？我觉得必然是说要采集信息很方便，交互也非常方便的东西。我觉得但凡人能够带在身上的东西，它都是有价值的啊。那我实际上我们的一个愿景就是能够让一些普通人把 AI 用起来，实际上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大模型的产品。其实像这个我们这一类的这个穿戴设备里面，其实它的主要用户并不是那些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 AI 的精英们，就反而是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但它也需要重要的信息把它记下来，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其实硬件和软件结合，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可以做啊。因为你真的要把这个现在的一些大模型用得很好的话，对于很多老登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挺困难的啊。所以这里面也是我们的一些机会所在，就是设计好一个好的硬件，然后送到他手上，然后让他能够一气呵成的、自然而然的把 AI 的很多能力，在他的场景里面非常的爽。端侧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说，它可能就是智能有限，但是对于宠物这个特殊的品类，它可能更重要的一个能力叫做在现场。我们的硬件实际上是离地表最近的，它一直戴在宠物的脖子或者在宠物身上。大部分的 agent 或者智能，它解决的更多的是人面临的问题。我们解决的是一个不会真正开口说话的一只动物，它可能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人类的智能去帮助它。大部分用户几乎选择的都是按年订阅。我们说就是赚钱的顺序就是女人、小孩、狗，然后是男人。但是当我给我自己的狗买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能理解，比如说女人给自己或者给孩子买东西的不理智，这是我们服务的市场，就是把我们的问题怎么结合在非常非常具体的场景中做取舍，哪些真的该上云的智能，哪些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在体积、功耗、成本这些约束条件下最优解把它塞进去，想清楚这两个之间怎么分配，可能是接下来在 AI 这个 agent 时代智能硬件应该去思考的最主要的一个。这个 AI 它回复的速度是大于1.5秒的话，基本上用户就很快放弃了。我们尽量要做到200毫秒以下才会更有真实的这个火刃感，然后用户能更好的接受。但目前因为这个效率问题，基本上是在400毫秒，就是女生会为这种情绪价值的东西买单，就没有说定义成一个智能硬件。我们是先从饰品的这个角度来思考的，选了那个买单的意愿最高的，就是从女性开入手的，对，就是首先它好看，有情绪价值，因为装饰自己。很多 AI 硬件都在注重于效率，然后这个数据的精准的抓取，我们还是在长期的这种人的非常底层的需求来出发来探索这块。我们很多端侧设备是不需要有AI 的能力，譬如说只需要有一些数据采集类的这样能力即可。那在网关层，然后在边缘侧，我们会做一些基础的一些数据处理。那当然到了云端，云端会有
最强，有一些基础的计算以外，可能还有一些持续的迭代的优化，所以我们是分成这个3层，也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在不管是政府侧还是在这些大型的企业侧，一个真实的场景，然后痛点足够痛，客户愿意持续性的付费，我还是依旧看到有这样的很多的一些机会。